当我带着一些从外州搬来西雅图的家庭去看房，带着他们来了解这些城市的时候呢，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就说这西雅图跟 Bellevu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个城市，肯定是离不开它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这两个城市的诞生。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两个城市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学区，还有治安，还有最后当然了他们的房价。我相信当你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肯定会对这两个城市的了解充满更多的信心。西雅图与 Bellevue 这两个城市，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背景下诞生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早在1851年的时候，第一批的开拓者就来到了西雅图。后来呢，在1869年的时候，西雅图这个城市就正式成立了。当时西雅图的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的经济模式呢，就是以伐木为主，运到加州啊，运到波特兰那边。当时西雅图这里有个人叫 Henry Yesler， 他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蒸汽伐木厂。现在你在 downtown 有一条街，你会看到叫 Yesler Way， 那就是以他命名的。除了这个伐木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包括开杂货店、做那种铁匠，或者开酒吧、开赌场。当时的交通很简单的，就是靠走路，没什么交通的。偶尔有些马车，但是那个是要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一般的人就是靠走路了。到19世纪末的时候，自行车发明了，但是就算有了自行车也没什么用，因为西雅图这个山坡很多，所以骑车很不方便，再加上那个马路上有很多泥土，一到了下雨就变得非常的湿，非常的泥巴，所以呢骑车也不是很实际的，基本上就是靠走路为主的。那大家希望住的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上班的地方主要是在 Pioneer Square， 因为那边离港口比较近，所以呢他们选择就住在附近那个 area 叫做 First Hill， 是西雅图第一个生活区。到后来呢，这个生活区逐渐的往北扩展了一点，到了 Capitol Hill。当时走路的话，走路上班30分钟、40分钟是很正常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呢，发明了这个有轨电车。但是有轨电车造起来不是说造就造的。Right?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话呢，从一定的程度上呢，帮助大家能够走得更远一点了。所以呢，城市逐渐的在开始扩张，到后来呢，就发展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像 Wallingford 那边。但是有一点说明啊，在西雅图扩展之前，它的外围已经有很多地方啊，都已经有人在住了。就拿那个 Wallingford 举个例子吧，他们那边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那边的人就住在那边，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生活，他们不会来 downtown 的。他们有自己的农业，种田。种果树、养牛养马，或者有那种运输工在 Lake Union 那边，他们平时就在那边上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呢，西雅图城市扩张了以后呢，就把他们包容进来了，就这么一点一点，可以说是有点像七拼八凑的把外界的一些生活区包到西雅图里面来 ，right？ 所以说呢，这个西雅图这个城市啊，它可以说是以步行走路这个概念为主来建立的。当时啊，那个 Lake Washington 就等于像是一条边界线一样。一般的人都不会过这个河的，因为河的对面没什么东西，就是农田，就是也是一些种草莓、种蔬菜这种，有一些农民零零散散的住在河的另外一边，一般的人都不会过去。1940年那一年呢，就是90号公路开通了，那个时候逐渐人才往东边过去。但是大家记住，40年代之前呢，家家户户是没有什么汽车之说的，到了40年之后。就变得非常普及，家家户户开始有汽车了。所以等到 Bellevue 建成的时候呢，那个城市它是完全依照一个有车的这个概念来设计的，这就导致了这两个城市的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当你走在西雅图的街道，特别是那种生活区里面的小街上面，你会有时候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好像回到家一样，因为这些街道当初就是为行人设计的，主要的一些交通都是在外面的主干道大马路上面，有轨电车啊、马车啊，大家上班的话就走到外面去，下了班就从那边公交车下来以后徒步走回家的。它呢也不是很宽，而且呢有时候还有一些弯曲，它讲究的不是说要让车子开得快，它而是让大家能够
平平安安的回家，走回家。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小朋友在马路中间玩，就非常有生活的气息。那当然了，现在大家都开车了，但是呢，这些街道的城市的设计还是保留到了今天，变成西雅图的一种独特的风貌。有时候啊，你会看到在一些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后巷，一个 back alley， 特别是在那些发展的比较早的生活区，像 Queen Anne、Capitol Hill 那边，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什么目的呢？它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在后院做一些打杂的事情，比如说像装卸东西或者垃圾桶扔垃圾都藏在房子的后面，这样呢能够保持房子正面的一个整洁。但是过了近200年，西雅图的城市又在不断的增长 ，right？ 这个城市呢，现在鼓励大家可以在后院造一个叫附属独立屋 （DADU）。那这个要有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后巷的话呢，你住在 DADU 呢，你直接可以从后巷进出，就变得非常的方便。这也不知道是因为碰巧，还是说当年以前我们的这个设计城市的人有先见之明。但不管怎么样，这对现在的城市发展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汽车时代之前的西雅图，因为交通不便，大家都希望住的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一点，所以呢，大家都一窝蜂的都涌到一个地方 ，Queen Anne、Capitol Hill 那边人一多的话，那这个土地分割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一点了。这里就是 Wallingford 生活区，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发展的。这里的房子与房子之间的距离呢，接的都比较近，一家户户的地都不是很大，大概在3000到4000尺左右，有很多比较老的房子。很多的房子前面呢也没有车库，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当年西雅图的发展方式呢，它是逐渐的往外围扩张，但是那些生活区呢，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一种生活，在他们居住的房子的附近呢，开了一些餐馆、grocery store 啊这种设施 ，right？ 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参观西雅图的生活区啊，如果你走出去没几步走到外面的话，你会看到外面有咖啡屋、有 bakery、有 restaurant 餐馆、有 grocery store， 样样都有，非常方便，很有生活的气息。还有就是有些从外州来的朋友啊，他在这里开车，他会发现，怎么开着开着，这个路中间就断了，就不通的。这西雅图的路怎么那么 confusing，right？ 这是为什么呢？西雅图在发展的时候，它是逐渐的把外面的一些生活区这么拉拢进来，变成一个大西雅图这样一个范围 ，right？ 那当时在外围的那些生活区，他们自己设计马路的时候，是只为他们自己的范围里面服务的。他们没有考虑到要通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所以等到最后七拼八凑放到一块儿的时候呢，马路就感觉好像有些地方不通，有些就突然切断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西雅图它是以一个为行人而设计的城市，我们不能用一个汽车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它。Bellevue 这个城市呢，是在1953年的时候建立的，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完全进入了汽车时代，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了。它的马路呢都是非常的宽敞，包括生活区里的马路也比西雅图的要宽。如果你走在 Bellevue 的生活区里面，你第一感觉不是说要慢下来，慢慢的在那儿散步，你的感觉啊，好像就是这个马路它有一个使命，就是很通畅的把你带到你想去的目的地。非常开阔、非常干净的一个生活区，街道都很宽，家家户户门口都打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经常你会看到一些这种单层独栋的房子，叫 Rambler。那从房子的类型来说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Rambler， 因为它里面没有楼梯，有几个好处。第一，没有楼梯的话，你这视觉上就感觉开阔了很多啊，中间没有墙壁了 ，right？ 一看出去里面全是你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就生活起来感觉非常的很舒服，在里面地方感觉很通畅。但是你要造这种 Rambler 的话，你一定地要大，所以你在西雅图是不可能。西雅图那边一个地大概就5000尺。有些老的区4000尺的地根本不可能造 Rambler， 造出来的话，要么就是院子都没了，要么就是感觉起来不是很大。在这里可以，这里家家户户的地至少有1万尺以上。
你会看到那边呢很少有像西雅图的这种 back alley 这种后巷，它不会有，没必要，因为它地方够了，马路也很宽，邻里之间距离也很多。他平时如果要收垃圾桶啊什么之，他就拿出来放在 driveway 边上，好了就拿回去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还有就是那边家家户户车库都是朝着前面的 driveway， 大部分的房子都是2个车的车库。那边的生活方式呢，跟西雅图也有点不一样。在西雅图的话，你说要去买菜，你散步走出去，到了外面去 Safeway 买一点拎回来就可以了。这里是在 Queen Anne neighborhood， 也是前面说了一个很老的一个生活区。这里你看得到这个里面街道走出来几步路，外面就是很多商店，像 Safeway 啊、Trader Joe 啊，很多餐馆、披萨、什么 bakery 都在这里，所以就生活是非常的方便。在 Bellevue 那边呢不一样，它就是说效率比较高。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想好了，说你要去 TNT Market， 那是中国的超市 ，right？ 或者你要去 downtown 买点什么东西，想好了，车子开过去买了，回来就是了所以是一种比较现代派的高效率。由于 Bellevue 这个城市比较年轻，它是后来开发的，它是统一开发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它那边的街道的马路都比较直，可以一条路可以一直开得很远，不像西雅图那边绕来绕去或者中间切开这种情况 ，Bellevue 是没有的，一条马路可以一直开下去。生活在里边非常的舒适。那如果今天你搬到我们这里来的话，你会选择住在哪个城市呢？是西雅图还是 Bellevue？ 这完全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一个 choice， 你自己的一个选择，要看你喜欢什么了。西雅图这边的感觉呢，就是人比较多，人气比较旺盛因为作为一个比较古老的城市，这里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里还有这个去阿拉斯加的 cruise， 所以从外州来的一些朋友都飞到西雅图，在登船之前或者是下了船之后呢，会在这里旅游，所以这里的人比较多，比较热闹。那喜欢热闹的话呢，你可能会住在西雅图。相比之下，如果说你喜欢过平静一点的这种家庭生活的话呢，可能你会选择住到东边。那西雅图是个很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人口有70多万，相比之下 Bellevue 那边才15万左右。那 Bellevue 那边尽管人口少，但是你会感觉到好像那边亚洲人很多，因为那边的亚洲人的比例占40%，另外40%是白人，剩下的是一些其他种族。所以 Bellevue 那边呢，这个亚洲文化的这个气氛是非常浓的。相对来说呢，西雅图这边呢就更加 diverse， 更加 mix 一点。其实在西雅图这边也有14%是亚洲人住在这里，你从70万的人口总数来说，14%也是很多了 ，right？ 但是感觉起来呢就分散的更开一点，就比较 mixed in， 各种文化都有。如果你的口味是更倾向于中国菜的话呢，那 Bellevue 那边肯定更好吃一点那边比较好的餐馆。就算你不是整天在外面吃饭的话，东边那边买菜也比较方便一点。相比之下呢，西雅图这里的 cuisine 这种菜的口味呢，也是比较 diverse， 比较 mix 一点。除了亚洲菜之外，还有很多很好的美国餐馆。我有几个最喜欢的美国餐馆都在西雅图这一边另外还有墨西哥菜印度、泰国、越南各种各样的都有，就看你自己的口味怎么样。如果你是指望星期天早上醒过来，周末早上醒过来想吃大饼、油条、豆浆的话呢，那可能你应该住在 Bellevue。当然了，这个你要在西雅图的话，开车过去，交通好的话，也就20分钟就到了。从精神文化上面来说呢，西雅图可能是略胜一筹的，因为在西雅图这一边有很多各种文艺团体像西雅图交响乐团、歌剧院、芭蕾舞团，还有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些像 Fifth Avenue Theater、Paramount Theater，right？ 所以这里的节目内容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如果你喜欢看球赛的话呢，当然都在西雅图这边那个美式足球有那个 Seahawks 或者 Mariners Baseball 或者 Sounders Soccer 足球到了周末如果有比赛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穿着这种像 Seahawks 的 uniform， 就在这种粉丝就在马路上走着去看球赛，很热闹。当然了，交通也跟着一起热闹。但是没有关系这里因为公交比较方便，很多人就选择坐像 Light Rail 直接坐到那个 Seahawks Stadium 下来，
直接走过去就可以看球赛，他不需要去停车，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交通还是比更方便的，它公交车啊，还有轻轨啊都有。相比之下，你在 Bellevue 的话呢，你就更需要自己会开车一点，因为那边有一条轻轨目前是从 Redmond 通到 Bellevue downtown， 将来的话呢也会连接到西雅图，但再怎么说它就这么一条轻轨，如果你要住在外围 Bellevue 的外围，甚至边上的像 Kirkland、Redmond 的话呢，你肯定要学会自己开车了，否则很不方便。西雅图这个城市是接近海湾，它边上呢有个叫 Puget Sound， 那是海水呀。到天气好的时候呢，有船的人呢，他们自己就开着那个帆船就出海了啊。没有船的人，你可以坐摆渡船 ferry 过去。那海的对岸是什么呢？就是一群很漂亮的岛屿，像那种 San Juan Island， 非常漂亮啊，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总的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美国大西北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呢，东边 Bellevue 那边呢，他们主要是更靠着一些湖，有 Lake Washington， 再往东边呢有那个 Lake Sammamish， 那是我最喜欢的湖。那个湖水啊，它是个淡水湖，它的湖水是从山上的山泉下来的，还有就是冰山融雪，还有那个雨水。所以呢，它这个水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小朋友们在湖的边上游泳，还有的人在那儿钓鱼。东边呢就是靠近山比较近一点，所以呢，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夏天轻而易举的到那边去爬山。冬天的话呢，那边离滑雪的地方也不远，开车过去就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Snoqualmie Pass， 一片雪白。西雅图有这个特征，就是说你开车开一会儿就能够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好玩的地方非常多。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学校总的来说呢，从学区的质量来说呢 ，Bellevue 肯定是占上风的。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那边连年被评下来是华盛顿州排名第一的。相比之下呢，西雅图的学区呢可能就排到后面一点，但是呢也要看具体情况的。在西雅图这边要看哪个 neighborhood 哪个 location，right？ 如果你找到一些像好的 neighborhood， 像在Northeast Seattle 那边也是有很多评的很好的学校的，经常有些学校是被评9分10分的。这种中学、小学、中学都有的，但总体来说呢，就是 Bellevue 那边的学校普遍的来说呢，质量是比较高一点的。如果说到私校的话呢，这两边都有的。在西雅图这边有著名的 Lakeside Middle and High School， 还有那个 University Prep。在东边呢有 Overlake， 还有那个 Eastside Prep。具体喜欢哪个学校，要你自己去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不同的风格。从治安的角度来说呢，Bellevue 总体来说比较干净一点。西雅图这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些homeless 无家可归者，特别是像一些在 downtown 这种有些地方你会看得到当然了，这也是要看在哪个区域啊。如果你是到了一些好的区域，像西雅图这边 Northeast Seattle， 像 View Ridge、Inverness、Windermere、Laurelhurst。或者是西雅图西边像 Magnolia 这些区域里面，那绝对是干干净净，像世外桃源一样的，一个 homeless 都看不到的 ，right？ 但是如果你要到 downtown 或者 downtown 以南的那边呢，就是可能会看到的就比较多一点相比之下 Bellevue 那边几乎一个都没有了。就是 Bellevue 那边就是非常干净的。OK，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城市的房价的区别啊。那说实话呢，这个东边 Bellevue 的房价肯定是要比西雅图贵。西雅图现在的目前的中位价是在95到98万左右 ，Bellevue 170到180万。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这个背后呢就是在 Bellevue 的一个11月份上市的房子，那个时候上市的时候呢是140万，结果1个礼拜就 pending 了。我也带客人进去看过，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的老旧，地毯什么门窗、厨房、厕所全都得换。结果最后卖掉的时候，你猜多少钱？162万，炒上去22万。因为他买房子的话，不是光看这个房子本身，他还要看这里的区域。像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环境非常，小区环境非常好，房子普遍来说房价都很高，所以呢，这一下子就被人抢掉了。现在看得出里面他们在装修，我估计等到装修完之后，肯定是焕然一新，大大的会把房子的价值提升上去。所以从这个长远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明智的决定。相比之下，150万在西雅图你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是11月份上市的，150万，一下子就卖掉了。这里是个很好的生活区，在 Magnolia， 街道很宽很整齐，而且这里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对这里很熟悉啊，因为这个房子是前2年我给我的一个客户买的。你上去看就知道了，那个上面那个风景是一览无遗，包括 Downtown Seattle， 还有太空针，还有那个 Puget Sound， 全都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漂亮的一个 neighborhood。为什么这个 Bellevue 的房价会那么贵呢？
我个人有以下这么几点看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很多高科技的公司都在东边，大家都希望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所以大家都选择住在 Bellevue。那白领阶层聚集的地方，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方，自然房价也会高。当然，这里也说明一点啊，我以前也有客户，他们是在东边高科技公司上班的，最后选择住在西雅图的，这种情况，这种例外也是有的啊。我有一个客户，他是单身，他在 Microsoft 工作，微软工作，但是最后选择买房买在了 Magnolia。因为他更喜欢西雅图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第二点呢，还是要回来说这个供需关系，因为这 Bellevue 城市本身规模就很小，它跟西雅图比，它要小很多 ，right？ 它的房源向来是比西雅图要少的。Bellevue 这里有很高的这个 home ownership 的这个比例啊，就是大家都在这里买了房，在里面一住就是住好多年同时呢 ，Bellevue 这个城市规划上面，它跟西雅图不一样，西雅图那边的大量的发展造新房 ，Bellevue 这个城市规划呢还没有到它的那个地步。在这个同时，2000年之后呢，高科技公司在海外吸引了很多人才，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住。那这样一来的话，供需关系肯定受到影响，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房价炒上去了。那当然啊，今天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两个城市。等到将来你真的要做买房决定的时候呢，那会有更多的细节，你需要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对当地比较熟悉的经纪人来帮你把关，来帮你寻找机会。我个人呢，在西雅图住了有30多年了，我是从90年代初就搬来了西雅图，几乎就是跟这个城市一起长大的。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你们来找我联系。OK，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观看，拜拜。